饿了。再等会儿，娘在做饭。娘，我来吧。你进屋，带着小妹。娘，进去。苏秀才，你家去年的租子该清了吧？周叔，去年收成不好，您是知道的。田里统共打了不到5吨，交了赋税只剩3吨出头。3吨出头，我记得你家该交4吨租钱。村长做的证，就是30。契约。这上面写的是40，苏秀才，你看清楚，你爹的手印在这儿。无耻老贼，又趁我爹病重私改契约，我没粮食。哼，没粮食，那就拿东西抵，先把这个锅接了，再去里屋看看有什么值钱的。不许动我家东西！小妹，苏秀才，读书人该识时务，来跟我说一遍。4道租子3天内补齐，说了我就抬脚。如果我这时候拼命，娘和小妹会怎样？3天，说全了，4当租子3天补齐。4当租子3天补齐。苏秀才，明儿就是第3天了，4斗粮食少1粒，拿你家房梁底。娘，起来，周家的人提前发难了。您带小妹从后窗走，去后山土地庙躲一晚，我跑得快，去把他们引开。苏秀才，开门！这比县太爷府上的铜镜还要清晰100倍。红牛，字形太简单了，这绝不是大招潮。这么大的作坊，玉佩不发光了，是他把我带到这里来的，为什么？欢迎光临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想看看。雪一样的晶岩。你要打火机1块钱。哎，你小心点，你到底要买什么？不买东西别在这儿。对不住，我就看看。欢迎光临。如果能把这里的银盐、火闸子带回去，周德旺那40租子，我就能还上。发热时信号，
12个时辰到了。盐、钢针、种子，这东西在现代是垃圾，在大王朝就是无价之宝。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好怕你不回来。哥回来了。听不见了，还能听见一点儿。娘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火折子。娘，您猜这能卖多钱？娘不问这东西哪儿来的，娘只问一句：你还会走吗？趁热喝了。哥，你看，我挖了好多。必须立刻把这仙家火种变现。苏秀才来干嘛？借粮？我来卖东西。火折子。你跑10里路来卖火折子，随便哪个杂货铺都有。你读书读傻了？这他妈不可能是火折子！你开个价。郑掌柜觉得值多少？1两。哎，苏秀才，嫌少可以再谈。各位，这位是苏哲，苏秀才，他手上有几样东西，想给诸位长长眼。这镜子比京城的琉璃镜还清楚100倍，多少钱？这位小兄弟，我问一句，你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？祖上传下来的。哼，祖上哪一辈？令尊还是令祖？年轻时在京城大户人家做过杂役，见过世面。晚年返乡后，参照京城技法试制了这些器皿，临终前交给了在下。小兄弟，你若想往大里做，我送你一句话：凡事留余地，出处留余地，数量留余地，名声也留余地。这是在警告我，官府一旦盯上，我要么跪下当狗，要么被当成妖人架在火上烤。你家欠的那4栋租子不急，以后再慢慢算。哥，你以后不要出门了好不好？村里的孩子拿石子砸我。怎么了？他们说哥是妖怪变的，半夜去井里跟鬼说话，说你带回来的东西是偷的。贤侄，老叔直说了，你这些东西镇上那点人吃不下，但老叔在府城有路子，咱们合伙干，55分成。周叔，合伙的事我有个条件，我要带我娘和小妹搬出青牛村，在镇上找个房子。那简单，镇上有我2处空宅子，你直接搬过去，只当老叔给你的红利。周德旺的红利是要拿命填的，他现在把我当成生金蛋的鸡，等榨干了我的价值，就会一口吞了我们全家。如果有一天你要走，而且不回来了，你不用跟我说去哪儿，你只要提前告诉我一句话，让我有个准备，让我来得及给你留一盏灯。县城西街有家玉宝斋，不过掌柜规矩大，无引荐，无名帖，无定金，门都进不去。哥，这是我在井边捡的，会发光，你戴上，我想跟哥一样能找到好东西。小妹，今晚早点睡，陪着娘，我天亮前回来。这井壁上刻满了字。时间流速不同，这里是现代的深夜。老板，这铜钱您收吗？您再帮我看看这盐。这不就是粗盐吗？连点都没加，超市早不卖了。古钱去城北隆福寺古玩市场。这些能换什么药？大哥，我们这儿不收古钱，你拿去外面便利店换现金吧。月圆前12天，这个时间点不是随便选的。穿越冷却期是30天，每多攒一件能在古代变现的东西，在现在的每一秒就多一分价值。不能再像第一次那样只带1枚打火机回来，那3两银子连一时粗粮都买不起。
必须带更多、更多种类、更好品质，更能让古代人觉得这不是凡人该有的东西。但我没有现代货币，第二次穿越必须带东西去卖。卖什么？不是古代值钱的，古代值钱的东西，现代也许一文不值。要反过来想，在古代被当成废料的东西，在现代会不会是宝贝？你娘要磨玉坠、辟邪。是李叔，我娘最近身子不太好，想给她磨几个玉坠带着。您这儿有没有不要的碎料？随便挑，这玩意儿连铺路的资格都没有。李叔，算我请您喝酒。嘿，你这孩子客气啥？这些都是年轻时候绣的。这牡丹，当年绣了3个月，现在眼睛花了，线都穿不上了。阿姐，你年轻时绣的花是这10里8乡最俊的。王婶，我妹妹想学绣花，想看看您年轻时的样子，这些能不能让我带回去给小妹看看？这2块还像样，边角磨了，但花样子还完整。王婶儿，这些算我买的，留给小妹看。不要钱。红糖是给您泡水喝的，铜钱您收着。苏家那个秀才疯魔了，花了铜钱买石头。昨天还看到他拎着1包红糖往王寡妇家去了，换了2块旧手帕。读书读傻了，觉得村里遍地是宝。哥，这些东西真的能卖钱吗？可是村里人都说你傻了。能。他们说过什么别的话吗？赵婶说，你现在有钱买米买锅了，为什么不把钱存着，非要买这些没用的东西？还有周德旺在到处跟人讲，苏秀才的东西不知道从哪儿来的，小心沾了不干净的手。周德旺一边送药送宅子拉拢，一边在村里散布流言，这是2手准备。如果乖乖跟他合作，他就是苏秀才的大恩人；如果不听话，他就是最先发现苏秀才不对劲的警觉乡绅。这个铺垫一旦完成，无论将来出什么事，他都能撇清干系。周德旺说的话，你在外面听到的时候，不要说哥的名字，就说不知道。我教妹妹说不知道。我在母亲面前绝口不提穿越的事。我对自己说，不是在偷，是在活。每一句谎话都合情合理，每一个理由都无可厚非。但谎话攒多了会变成一座山，这座山迟早会崩塌在一个人身上。希望那个人是我，不是母亲，不是小妹。这个是我在井边捡的，你看会发光，哥你戴上。你为什么又去井边捡石头？因为你每次从那边回来，口袋里都有好东西，我想跟哥一样，能找到好东西。小妹，你今天晚上早点睡，娘一个人在家，你陪她。你去哪儿？去一趟镇上，天亮前回来。哦。这是他们的信号，给我留灯。看点什么？门口摆摊的老马让我来的，他说您这儿收杂项。
这块料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家里老人留下来的。新坑山料，质地偏松，里面有2道明显的6裂，这道横裂已经吃进去了。将来如果雕东西，从这里裂的可能性很大。实话跟你说，这块料不值钱。这些切磨痕不是现代工具做的，现代玉雕用的是电动工具，刀口是高速旋转的，切口边缘会有灼烧的痕迹。你这个没有，切口是手工磨的，用的是解玉砂，至少有200-300年的功力，也许是明代，也许是更早。但这种山料在那个时候也是边角料，不是什么大器。你想卖多少钱？孙掌柜，您开个价。800。800什么？原文银子，他不能问一问就露馅儿。如果一块在青牛村被李石匠当成废料的粗玉能卖到1200，那他包袱里还有2块，还有旧刺绣，还有那块青石片，1200，这些加在一起能在现代换多少钱？而这些钱又能买多少银盐、打火机、钢针带回古代？好，以后还有这种东西，直接拿来，不要从地摊上过。地摊上的东西再拿到我这里，价钱就不好说了。上次他在便利店看到打火机标价1元一个，如果1枚打火机是1元，那他的1200元能买1200枚打火机，而1枚打火机在古代卖3两银子，3两乘以1200，这个数字太大了。携带限制，单手握持的非活物，一次只能带回去1只手能握住的东西。1200枚打火机，就算买得到也带不回去。郑永昌他不怕我卖得贵，怕我供不上。这意味着每一次在现代停留的12时辰都要做精密的选择，带什么回去，带多少，卖给谁，卖多少价，每一个变量都会影响下个月圆之夜的收益，而收益又决定了我能在古代多快积累足够离开青牛村的资本。大周朝最好的宣纸也要等墨迹干透才能折叠，这种纸可以直接写、直接折、直接塞进口袋。先去便利店，用同样的方法问店主批发市场在哪里，怎么走，什么东西最便宜。要信息来源，不要只买东西，买东西只能活12个时辰，信息来源能活一辈子。又是你，我想买点东西，顺便问个路。你要买什么？盐、打火机、钢针。钢针？你说的是缝衣针吧？批发市场在城南，坐公交车得1个多小时。我店里就有盐和打火机，钢针没有。现在谁还缝衣服？公交车是什么？精盐2块5一袋，打火机1块钱1枚，饼干2块，水1块5。大周朝验银子的习惯，在这里完全没有意义。钢针去哪儿买？超市可能有，大超市，不是这种小店。你沿着这条路往东走，大概2里地，有个万和超市，那地方什么都有。你要是找不到，用手机导航。谢谢。手机导航又是什么？这里就是万和超市。盐2块5，钢针3块一包，针线盒12块一套。带不走这么多，2只手握住的东西是上限，而且这些到了古代也不是一次是能卖完的，需要分批。第一批急着变现的，回去就出手；第二批可以慢慢卖的，先囤着，等客户多了再放货。
这里的东西果然不一般。日头偏西了。随便看。啊，随便看。这个公式在大高潮修水车时，曾经凭经验猜到过，老木匠也凭经验知道长利弊比短利弊省劲儿，但没有人用10个字和一行正事把它总结出来。多少钱？课本2块钱一本，那些小说5块钱一本。甜味比福顺宅的桂花糕淡得多，但热量更高，1块下去就能感觉到味在紧实。距离12时辰结束还有2个多时辰，废墟太远了，走路回到那个废弃法房需要将近1个时辰，必须就近。刘老大夫那包苦涩药粉的现代替代版，这个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？第一次穿越带回一枚打火机，只够让母亲不再挨饿。第2次带回一个货架，不够推翻一个朝，但够敲开县城的大门。娘说你在镇上。那天你走后，周德旺又来了。他在巷口站了一会儿，没进来。从那天起，村里没人往咱家扔石走了。赵婶说那是他施了恩，不是不扔了。周德旺还说，哥在外面挣的是不义之财，早晚要出事。小妹，这些都是哥买的，但是这些是不该有的东西，在我们这里不该有。那个火折子是哥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买的，后面还会有更多。那咱们是坏人吗？不是。那个很远的地方在哪儿？很远，在你够不到的地方，也在别人够不到的地方。必须马上变现的是井眼和打火机。郑魂昌给了5两定金，他那批货可以先用打火机交一部分。这老掌柜已经成了回头客，不用多说。但另一部分必须走更高的利润，不能只靠镇上的圈子。没有进城的路子，就等于被周德万锁死在青牛村的棋盘上。赵文渊，那个宴席带腰牌的县衙文书，这个人虽是周德旺引荐的，但未必跟周德旺一条心。他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买家，
甚至可能是一个比郑永昌更有价值的合作对象，但前提是他不会在打开路子之后把我吞掉。货有吗？我们掌柜说今天来取，先送一包参须。野山参在大周朝是药材铺里论斤称的东西，最好的货只能卖到10两银子一支。但在现代，野山参是顶级保健品，有些年份足的老参能抵得上一趟穿越的全部活力。告诉郑掌柜，下批银盐还要再等1个月。打火机这里有2盒，这次不按单没卖，全盒拿走6两。你回去让他自己定价，看他能卖到多少。好。需要一个懂参的人，不是郑永昌，他只懂绸缎，不懂药材；也不是周德旺，不能让他知道我往更贵的货上转。县城的药材甲姓秦，在县衙旁边的药铺专收山货，眼毒，嘴严。电学那个学官又克扣学生的纸墨费，上个月扣了30%，这个月扣了一半，纸都快买不起了。还有县城西街的玉宝斋，最近收了块假玉，亏了40两银子，掌柜气得3天没开门。玉宝斋，赵老秀才说过，这家店的规矩大，无引荐，无名帖，无定金的3无生客，门都进不去。今天去的是药材铺，不是玉宝斋，但这条渠道先记下。到了。野山参，正经老林子出的，可惜是须，不是主根，品相不错，炉头也齐，年份应该在20年上下。这须是谁采的？我一个亲戚。他还在山里？都是在问同一个问题，货从哪儿来？这个问题会越来越难应付。这一小捆参须，我给你3两。3两，比他在青牛村预想的单根卖价高出至少30%。3两银子，在青牛村能买1山精米，够母亲和小妹吃半年。而这把参须是郑永昌送的见面礼，苏哲兄送的见面礼，成本是0，这人情债必须记在心上。秦掌柜，您这儿有没有老山参，年份再老一些的？啊，好，这些我要了。上次宴席上，他替我挡了追问，但也用留余地警告我，在县衙眼皮底下不要做得太张扬。这个人也许能成为引荐人，也许会成为第一个揭开秘密的人，还没想好，所以暂时不能让他知道我来了县城。这些老山参是下一趟穿越要带到现代去的，2条路都要打通，把现代廉价商品卖到古代，把古代不值钱的药材和废料卖到现代，2条路都走通，才是真正的双向倒卖。利弊长省利弊，阻力弊短费力，动力成动力弊，阻力阻力弊。窑工口中，窑口熄火，凭经验堵风口。课本解释，空气中阳气耗尽，原理一样，表达方式完全不同。
如果把物理化学公式放在这本残卷旁边对照着看，就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妖术，有师承渊源。氧气、氢气、杠杆、力权衡、压铸、力破面。不够准确，但能保命。如果有一天有人问你怎么懂这些，就摊开这本书，说家父在京城见过这套书的全本，我凭记忆补全了一部分，比祖传秘方更体面，更难被质疑。你小子，上次那2盒打火机，你猜我卖了多少？1盒6两买进，我拆开单卖，10枚就回本，剩下10枚净赚，40枚全售罄，总价20两。他这是在炫耀自己的销售能力，也在暗示下次应该给他更低的进价。精盐有路子吗？盐，私盐不是闹着玩的，私贩10斤涨60。我不贩10斤，一个富户一年吃多少盐？3、4斤吧。如果有一种盐不需要4斤，2斤就够他家吃1年，因为纯度高，用量省。这种盐值多少钱1斤？2两银子1斤，而且是保守价。但前提是你得让买主相信这盐不会吃死人，光白不行，得有来路。你要是能弄到官盐饮，哪怕是过期做备的旧饮，都能多卖1半的价。这片废墟原本说暂时不会拆，但现在必须在废墟被推平之前，找到一个更稳定的现代落脚点。不知道废墟还能撑几个月。好。好。野山参正经长白山老林子出的，这2个主根品相很好，炉头完整，参龄不会低于20年。这支略嫩，但也是正经野货。你在哪儿弄的？家里老人留下来的。3支统货，1万。1万？在古代用几两碎银买的3根老山参，1万？您开个实在价。小兄弟，你学得挺快。这3支品相不齐，这支最好的单卖能到5000，我给你凑个整，1万2。1万3。1万3就1万3，但以后有好货必须优先给我看。好。这16500全部换成打火机和精盐，至少能撬动上100两以上的纯利。50两就够在县城买一座带门面的宅子，够让母亲和小妹彻底搬出青牛村。打火机怎么卖？1盒20个，10块钱。你要多少？便利店1块钱一枚，这里5毛。
所有东西加在一起，不到300块钱。经过3次穿越，快要习惯这个恒定的背景噪音，它就像在时刻提醒，进入2界之间的通道是有代价的。不是铁匠手艺差，土法冶炼的铁料杂质太多，打出来的针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现代钢针。买针，我想看看你们的针。这是何物？你这针哪儿来的？你先说，这针跟你打的针比怎么样？我的针10根顶不上你这1根。这样的针，你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？你要多少？我叫鲁大锤，镇上打铁的。小伙子，你先把这针的根窖告诉我，是不是县城新开的那家铁器铺出的货？不是。我跟你谈的是生意，你铺子里这些针怎么卖？1文钱1根。我给你这个针，你能卖多少钱1根？这样的针在镇上能卖5文钱1根，不止绣花用，这种硬度能缝皮子，能扎鞋底，能做净细活。有钱人家的绣娘肯定愿意出这个价。我给你3文1根，你卖5文，差价归你。3文进5文出，1根针净赚2文，铺子里1年卖出的针总利润不到1两银子，换成这种针，只要100根，净率就是0 200文，而且镇上没有第2家能拿出同样的货。你有多少？先给你100根，卖完再来。100根，3文1根，300完。但我有条件，针王的名头得挂在我鲁大锤铺子里，你只管供货，别处不能再卖。可以。这个条件对自己有利。鲁大锤的铺在镇上开了20年，有稳定的客源和口碑，让他代理比自己从头铺渠道快得多。而且这个协议只限镇上，不包括县城，县城还有更大的市场。下个月我再来。下个月要更多，100根不够。镇上的绣娘会把这消息传遍，
到时候你手上这批针就是香饽饽。要是能弄到更细的，能缝丝绸的那种，价钱翻倍。更细的针，在批发市场见过。绣花针比普通缝衣针更细更短。下次穿越，专门带几包回来。苏先生，秦掌柜说，上次那捆参须的买猪还想再要，你要是还有，下个月赶集的时候顺路捎过来，价钱好商量。这是定钱，2两碎银，你收好。嗯。2个月前，这个院子里没有任何人愿意靠近，现在站满了人，但笑脸底下有多少真心？郑永昌是冲着打火机和从严来的，药材商是冲着秦朗版的老山参来的，布商听说我认识县衙的赵文春，来探个深浅。苏秀才，俺没啥好送的，站半个时辰给你压压场子。这红颜料，方圆百里独一份儿。苏秀才，你这场面不小啊！这茶叶给你添个彩头。希望这能让他明白，那些村巷里的狮子声是可以被一点一点盖过去的。苏公子，周叔说贤侄商号开业大喜，有事随时去找他。这是周叔亲笔提的匾，这块匾和他第一次带大丁上门踩我手指时穿的那双靴子，属于同一个支出去的红利。请周叔费心了。打火机还剩10来枚。精镍钢针按针型分类，缝衣针定期轮换给鲁大锤，细的刺绣针走限量定制。食盐存量勉强维持小范围交易，没有盐引之前不能扩大。碘伏、退烧药、绷带、私藏只给自己和家人。不锈钢小锅、手电筒、电池压在神龛最底，准备在关键场合当敲门礼。从馒头到毗陵差价，我走了4次穿越，每一次都是命悬一线，每一次都在升级。苏氏商行。这是干嘛的？你挂在腰间，以后再在镇上有人问你给谁做事的，你就说苏氏商行，他们就不会再欺负你了。哥，这是咱家的生意，对吗？那以后我帮你管账，你说过攒嫁妆的，不能赖。打火机批量进价和零售记录，钢针分级明细，精盐试销批次均价，参类进出对照，染料试单和染布预估产量。这是鲁大锤的针账。进价3文，出货5文，100根针净利多少？200完。加上运费呢？要是自己送去就不扣运费，要是托人送扣10文。这2排数字是郑掌柜上月打火机的进修项，你帮我负责一遍。郑掌柜上批打火机净利比鲁大锤高3倍，但郑掌柜欠款最久，说好12天取货，实际拖到第18天才来。几个月前我蹲在这棵树下吐，那时候我在算欠周德旺的40租子，现在我在算怎么把渠道铺到白水镇，铺到县城，铺到南边3个镇。35两又400文，加上存在破庙里的货值、打火机、钢针、精盐、染料，全部身家逼近50两。50两在大征朝不算大富，但够在县城西街租一间门面房，够把苏氏商行从青牛村搬到县城。到了县城，可以面对面跟秦掌柜谈参，可以请赵文渊在官盐引上牵线，可以不用再看周德旺的脸色。明天开始，把母亲和小妹接到镇上住，不是周德旺空失的那间宅子，那间宅子是周德旺的儿，住进去就脱不了钩。我要在镇上自己找一间独立的房子，用苏氏商行的名义租下来，租金从我自己账上立支，不留任何外姓人的把柄。
阿哲，你现在做的生意，娘不问是什么，但你要是哪天觉得够了，够我们娘仨吃饭了，够小妹治病了，够你在镇上体面做人了，你还愿意停下来吗？现在不够，你娘什么都看得见，但她能装看不见，这是你娘最了不起的地方。钱够吗？够。不是问现在，是问你心里够不够？不够，但也快了。我以后不会再问你了。赚够100两就收手，前提是100两之前不能出事。小妹，过来，把手放进去，告诉我烫不烫？烫。再试。还有点烫，热但不烫。记住这个温度。热但不烫，热但不烫。哥哥，活了，哥，他们活了。不能太烫，不能太烫。我家麦子比隔壁田里高了这么多。水温用手试，热而不烫，夏天缩短时间，冬天加厚覆盖。那夏天和冬天水温不一样怎么办？跟人体的冷暖一样，夏天水温本来就高，少浸1个时辰；冬天水凉，多浸1个时辰，盖厚点。苏秀才，这法子你自己怎么会的？家父在京城见过一套农政全书的全本，记了这些土法子。你要是能让咱这儿的亩产翻3成，镇上的穷人就少一半。这才是真正有用的事。打火肥会用完，钢针会生锈，但让1亩地多收3成粮的方法，会随着人口耳相传，改变整个村子的命运。这画的什么？家父留下的书，说是京城某户的藏书残页，我也看不懂。坏人来了，能喊哥。什么坏人？姓周的。赵叔，这是祖宅的钥匙，想托您每半个月去打扫一次，只扫院子和堂屋就行。你不怕别人跑进去？那口井是枯井，没人去。如果有人去了，烦您说一声。赵大人，顺路坐。你托人送到我后宅门口的那枚打火机，我收下了。盐的样品也验过了，干净，纯度极高，跟京城贡盐比都不输。县令新到任，正在清查私盐。你这种盐最好不要白放在市面上卖，得给他一个身份。我需要什么？官盐引，哪怕是一份过期但未注销的旧饮，你可以不走官盐的销售渠道，但盐引能证明你的盐有来路，不是私主。就算有人检举，拿出盖了印的盐引，衙门一般不会再深究。但这件事只能慢慢来，旧盐引注销后通常销毁，能留存下来的大多在退任盐官或私人手里。青牛村那座井边的破庙，你记得吧？地基早年是官产，后来荒废了。如果你能把它买下来，以修缮庙宇、重建社学的名义向县衙申请地契变更，就成了你到县里办手续的合法理由。有了这层合法身份，进出县学、查党事、查阅旧档、寻找盐引，也就顺理成章。我回去想想。
你这秀才做生意比我年轻时狠多了，还不够狠。空手去谈购地，他不会见你；带件东西去，不谈购地，只谈献礼。礼到了，地的事以后再提。什么东西？你自己想，但要够分量。这个120，机械的，背面镂空，能看见齿轮。就要这个。坐。赵文书说你是青牛村的秀才，现在在镇上开商后。是。秀才不好好读书，做什么生意？家里揭不开锅。这是什么？怀表，计时用的。怎么计？短针指时辰，长针指刻，秒针指瞬。上满发条，能走36个时辰，误差不超过1盏茶的功夫。此物运转之理，可否详述？发条驱动，齿轮咬合。大人若感兴趣，可请城西李铁匠拆写一枚观之，由此可知其理。此物是你所造？不是，是家父留下的旧物。家父年轻时在京城做过杂役，见过些世面。这枚怀表是他从京城带回来的，一直压在箱底。我想着，与其把它留在家中蒙尘，不如送给能用得上的大人。令尊在京城哪家做杂役？具体哪家，家父没说，他只说是个大户。你今天来见我，不只是送表吧？还有一件事，想请大人示下。青牛村有一座破庙，年久失修，神像已经塌了。那座庙的地基早年是官产，我想以个人名义买下来，修缮庙宇，并在庙旁重建一座社学，供村童识字读书。此事需向大人申请地契变更，特来请教。购地的事，我会让户房查一下那块地的归属，如果确实是官产且无他用，可以批给你。不过有一条，社学建好之后，每年至少收10名学红，不收树丁。愿意。那好，你先回去，等户房查完地契，赵文书会通知你。苏秀才，你这怀表有没有名字？叫光阴。今年老林子里的参比往年难收，价格涨了2成。你这秀才要是还有参园，我照收，价钱随行就市。下批来了，我通知您。今天的货都清点好了，粗针一共是100盒，全卖完了。绣花针呢还剩8根。缎染匠送来这个月的分红，上批染料染了6匹红布，卖28两，按约定分咱们5两，银子我收在柜子里了。秦掌柜那批参须尾款结了吗？结了，参须5两，参须尾款3两，一共8两。秦掌柜说下批还要，价钱不变。绣花针下批至少50根，普通针再加100。那个刘掌柜，布防那个，昨天问我能不能包了你的绣花针，说多少钱都行。绣花针进价5文，你卖10文，净赚5文。刘掌柜愿意出多少？15文。下批绣花针我给你60根，进价涨2文，7文1根。你卖刘掌柜15文，净赚8文。但有一条，刘掌柜不能在镇上零卖，只能自己用。要是他转卖，下批我收回。苏秀才，你这脑子不去县城做大事可惜了。快了，下个月苏氏商行在县城开分号。分号？你哪来那么多钱？钱的事您别担心，重要的是等我县城分号开张，您那些绣花针和改良农具可以上架到县里，价格比镇上多2成，量也能翻1倍。哥，你在画什么？商后的路线图，看着像打仗的阵图。小妹，我把这段论誊完。县城分号开张后，首月保底流水需50两，库存汉用不超20两，账期不得过30天。哥，是不是又快到你要出门的日子了？ 3天后。
娘问你下月灯芯要不要备？备。从今天起，破庙下那些休眠的商品，古井旁被封死的石板，全都被这张纸护住了。买庙、建学，再以学护庙。赵文渊和孙撵都以为这是公益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每一步都是生意。苏秀才，这坛是我铺子里存了12年的老白干，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县城大人下月生辰，我想送坛好酒，但市面上买得到的都配不上他的排场。我在周德旺府上喝过你的营盐煮出来的汤，你能弄到不一般的东西。你手上有没有那种一拿出来就能让县城记住的酒？给我10天，10天后你来看样品，12两。行。借用大染锅做蒸馏锅，木盖开孔接主管，主管穿过冷水盆做冷凝器。苏秀才，你说的这个不是蒸酒，是蒸锅。就是蒸锅，但蒸的不是水，是酒。我试试。这一锅能出多少？12斤原酒，大约能出2斤高度酒。郑永昌送来的老白胎，如果全部蒸馏，能出3斤，够他拿去给县城生辰礼，也够我县门开业当天当引流爆品。县城生辰宴上一旦上了这杯酒，苏氏商行的名号就会在县城官场传开。这个给段染酱，让他先用着，我回来再调。永安通宝，关注小样，品相中等偏上，110枚，你有几枚？孙掌柜，您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？这个是天，这个是公，不是我们现在写的楷体，是比秦汉更早的写法。后面这几个，它也许是某个地区或时代特有的刻画符号，也可能根本就不是字。谢谢孙掌柜，下次我再来给您带点更好的琛。哥，上回种催芽的那些麦子收早了。是不是我浇水浇少了？不是浇水的问题，是光照。种子催芽只是第一步，出膜后叶子需要用阳光制造养分，墙和竹架挡住了部分阳光，穗顶没吃饱。你看，这几粒就是饿着长的。那下次种在东墙那边，那边太阳多。这是什么糖？不是蔗糖，冰糖。蔗糖提纯之后再结晶做成的。苏秀才，你知不知道县城的糕点铺用什么糖？都用蔗糖，杂质多，颜色黄，做出来的糕点不白。如果有这种透明糖，能做多少东西？透如冰，白如雪，一点杂质都不带。那这冰糖就是苏氏商行分号的第2个拳头产品，第1个是琼江御苑。等我从县城回来，在后院再支一口小灶，专做冰糖小事。试完我给你写一份工序表。
村学里一个9岁孩子写的，他家爹按你的禁种催芽法种了半亩麦，催芽苗真的比隔壁田里高了整整2寸。孩子在算术卷子上写感想，画了一颗比围墙还高的麦穗，算术只得了2分，但写得挺认真。哥，等社学开馆，我能不能去学算账？社学开馆，你不是去学算账，是去教算账。哥，开业那天要是没人来怎么办？会有人来的。沿街铺面带后院，位置不错，租金合理。西街同源布庄的冯掌柜，昨天来衙里打听你，问得挺细，哪里人，做什么营生，跟谁合伙？冯掌柜为什么打听我？这颜色真俊。冯掌柜昨个过来站了好一阵，看完颜色，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一句话没说？没，就站着看，看完走了。断染酱那匹红洗了3次没褪色，我拿去给同源布号的冯娘娘看，她怎么说？她脸都绿了。冯掌柜，你叫我们来是谈那个姓苏的？不只是谈他，他在白水镇离我们有一段距离，但现在他把分号开到县城来了。他那个老山参我验过了，品相上乘，价格却比本县收参价低2成。我问过秦掌柜参源在哪儿，秦掌柜不说。铁器那边我也问过鲁大锤，鲁大锤嘴巴比榛子还硬。他明天开业，我让你们派人去镇上摸他的底，摸着了吗？摸了一半。他的货都从青牛村运出来，但青牛村没有作坊，没有矿，没有药田，货是从哪儿来的查不到。另外就是他和秦掌柜、鲁大锤、段染匠几个人绑得很紧，镇上口碑也在升。他还有一个账房，是个女的，年纪不大，算账极快。郑永昌那边也在和他做酒生意。另外，他手里有县衙新批的地契，范围包括了青牛村的一座破庙，用途写的是社学和试验田。他把地买在青牛村，那地方有什么？有一口枯井。他可能只是图社玄学免税。先不管那口井，他明天开业，我们就看他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如果只是卖绣花针和老山参，我们3家各自压价，3个月内把他挤出西街。如果他手里还有别的东西，那就别怪我们3家一起动手。你这开业要是火了，有些人就要坐不住了。你有什么打算？孙建令的告示贴在那里，碑记上的字还没刻完。等碑刻完，他们就算坐不住，也得先掂量一下这块碑的重量。哥，明天有人来吗？会有人来的。苏掌柜，出事了！赵老秀才托人带信，老刘死了。怎么死的？詹匪，昨天下午，老刘赶骡车从县城回青牛村，走的是南边那条山路，往常那条路太平得很，从来没出过事儿。但昨天有人在半道上劫了他，骡车被推到了山沟里，货全没了。老刘的尸首今天早上才被人发现，身上有刀伤。带我去。阿哲，老刘有个傻儿子，今年19岁，脑子不灵光，以前都是老刘一手带着，
老刘这一走，这孩子没人管了。我管。老刘的骡车上有一批货，是你要送到县城分号的那批绣花针和红布，货全没了。这是在老刘手心里找到的，他临死前还攥着这块布，是从山匪身上扯下来的。绣坊针脚衙门油墨味，麻布之地。苏掌柜，你在县城开分号之前，这块地面上没人因为奇货流血，老刘是第一个。山匪劫道不是偶然，我对县境各路匪宗早有留意。往年山匪活动有固定季节，秋收后粮多车多，是劫道的主要时段。从2月起就有零星丝劳被劫的报案，手法短粗利落，只劫货不劫人。但老刘这次劫了货又杀了人，不是寻常风格。你在镇上积累太深，在县城崛起太快，已经触动了老商号的核心利益。有人想让你知道，你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。赵文书，绣坊针脚和油墨味这个线索，你能不能帮我查？能，但我劝你查到之前不要声张。老张号在县城的根基不是你一个新分号能撼动的，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不撼他们的根基，我只想知道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山匪领头的那把刀是谁递的？老刘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你说吧，要我干什么？我要你帮我打几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铁麒麟，4角尖，每个角都淬火，中间有孔，能穿绳子。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要这东西干嘛？防身。要多少？先打100个。什么时候要？3天。3天就3天。老刘的丧事什么时候办？我带2匹白布过去。先不谈丧事，我要你用最快的时间把这些竹管按我的尺寸截成8段，每段半尺长，内径1寸，竹管一端削尖，另一端用泥封死。削尖？你这是？好，我马上办。听我说完。我想要你帮我找几个陶罐，窄口的，罐底能承重，陶罐底部打一个小孔，口径刚好能穿过一根竹管的尖条。然后呢？然后把削尖的竹管尖头朝上，插进陶罐底部的小孔里，固定好。陶罐里装一层碎石子，再铺一层干土，用石板压住罐口，把这个陶罐埋在山路转弯处的浮土下面，只露竹管尖头在地面以上半寸。有人踩上去，陶罐底部的竹管会因为杠杆作用往下压，罐子里的碎石和土瞬间砸下去，竹管尖头就会从土里弹出来，不是刺脚底，是照着脚踝和脚背侧面弹过去。这是陷坑的原理，但不是挖坑，是埋罐。罐子底下有石子有土，不会立刻陷下去，但一旦踩到竹管尖头，
灌底承重一卸，脚下的土就会塌，人往下一沉，主管从下面弹上来，照着脚踝就是一下。要在大块浮土下面架3根平行的主管，才够支撑一个人的重量。这些不用太密，一条山路隔个几十步埋1、2处就够。山匪如果想趁夜冲过来，前面的人踩下去，后面的人就得停。他们一停，你就知道他们往哪头跑了。苏秀才，你从哪儿学的这些？我爸留下的书里。主管，我来劫。陶罐和石子我去山里找，3天够不够？够。老苏，我这铺子打了20年铁，头一回打这玩意儿。你看你画的那张图上的标注，铁围篱的4面三角体角度是调过的，普通的铁围篱4个角是等长的，你画的那个有2面角的底边加宽了1/4寸，这么一改，撒到地上不管怎么滚都有一个尖朝上，比等角的正式面体好用。你从哪儿学的？我爸留下的书里。你爸留的书可真够杂的。主管按你说的，内径1寸，半尺长，尖头削的角度也是你图纸上标的那几度，偏差多少我不敢打包套，但削的时候我照着比划了，差不多。石子铺了半指厚，上面压了干土，土上面是石板，石板封口之前我试过，用麻绳串了个小石子，往主管尖头上一扔，石板被扯脱，罐底的碎土和石子瞬间就砸下去了。主管弹起来的力道能把1块半斤重的石头弹到房梁高度。石板封实之前，你把罐口朝下倒过来试的？对，倒过来试的。主管朝上插在罐底，石板压在罐口上，石头砸下去那一瞬间，罐底的承重一卸，石板压不住罐口，整罐的石子跟土就往下砸，主管就往反方向弹。山货价格什么人？听说了吗？苏氏商行下月初3有批货要从镇上运到县城，货值不小，除了打火机和银盐，还有一批新到的琼浆玉液，据说是县城几个富户早就订好的。谁雇的你们？说出来，我去给你请大夫。县里来的人穿裘衫，姓钱，八哥叫他钱管事。他说，南边山路上有肥羊，有水大。
我知道是谁了，顾山匪的是同源布庄的钱管事冯万昌的人，但钱管事的背后不是冯万昌。冯万昌恨我，但他只敢在商场上较劲，出钱买凶的是周德旺，他借冯万昌的名义走前半世的账，把自己摘干净。周德旺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我合伙，他要的从来不是期货，他想要的是渠道。我手里握着的镇上和县城的供货关系，每一笔都在削弱他的控制力。青牛村他已经输了，镇上他输了一半，如果在县城也输了，他就成了本县商局里被晾在一边的旧椅子。老张浩想压价，他想把我彻底挤掉，他不需要我自己垮，只需要我不再站在柜台后面。无论是因为缺钱，因为怕死，还是因为我害死了无辜的人，他都能达到目的。我是真的没想到他会用这么下作的手段。你想怎么做？我要告，但我不告周德旺，钱管事的证词签不到他身上，我只告钱管事，告他雇凶杀人，状子不搞扩大化，只针对一个人，这样孙县令不会觉得我是想把整个商圈都搅进来，也能敲山震虎，让另外几家老商家知道我是有分寸的。明天一早我替你把状子递进去，你是原告，钱管事是被告。老刘的供词和伤情记录附在状子后面。老刘的傻儿子，我昨天让小妹把他接到镇上，先放在段染江那里帮忙打杂，有口饭吃，有地方住。苏掌柜，你这手里不光有货单和银两了，现在又多了人命。你这样的人如果将来走到更高处，要记得老刘不是因为天灾死的，他是被这局旗上的炮火轰到的，开旗的人要背所有的代价。衙门拿人！钱管事是在翻墙的时候被按住的，推窗上墙踩青台摔下来，衙役连追都没追。他在县里做了20年管事，真要上衙门受审，却腿就软了。审得怎么样？一手快拉头流，供了南山那个窝山匪，对他背后的人一个字儿都没提。20年管事腿软是自然的，不过他嘴巴够严，也算是给自己留后路。供词很完整，承认拿了白银500两，雇八头流下山堵截你们商行的运输，但他咬死了一点，只让八头流截货吓人，没让杀人。他雇人堵你，用的是周德旺通过外镇中间人转来的钱，但这条线中间断了2次，牵不到周德旺本人。判了，雇凶杀人、私通山匪、危害商道安全3项并罚，钱管事杖40，发配充军。八头流列入追捕名录，悬赏20两缉拿。苏氏商行获赔货物现银50两，老刘家属额外自偿。老刘家里，我去送。爹爹说苏掌柜会来。你爹走的时候，骡车上有2双鞋，一双他穿在脚上磨穿了底，这双他收在坐板底下，没舍得穿。爹，哥，你走后那几天，有人托守城兵丁送来一批货，说来自白水镇。货柜上有青石片、一方旧铜镜、一叠老宣纸，还有寄货的人说
这些东西用草纸裹着的野山参，那几东西是替一个跑山的朋友转的。那朋友现在腿脚不便，暂时不能自己来，但以后还想继续做你的生意。钱管事倒了，冯万昌还会再派人来试探。哥，我们要不要去跟冯万昌当面挑明？不用，我要让他自己摸过来。如果来的是他本人，问你还收不收他的布，你就说收。但先在账本上给他记一笔商誉保证金，让他自己填数。如果他带人去堵咱们进货的路呢？冯万昌能堵的是镇上和县城这2条路，但有一批货青石片、野山参、旧铜镜是从白水镇送来的，他连听都没听说过。那就把段染匠新出的红布放在赵文渊的旧宅廊下当样品，让他不得不跟官府的人打照面。你在冯万昌看来只是个查账的小姑娘，他越轻视你，越容易暴露底牌。哥，我也学会你的那套了，可我不想只学会这些，我想去社学听书。去听书的时候把这页带着，有不认识的字就问赵老秀才。你先进去。南元府知府方大人手谕，请苏掌柜3日后赴府衙一叙。不是坏局，但府衙的关注往往是在你不觉得难受的时候加了把尺子，量你的底，也量你的腰杆能不能站直。3日后那场叙，我必须带上3样东西：最好的样品、最干净的账本和最稳的定力。苏掌柜，方大人请您到后堂用饭。坐。苏掌柜，你这商号开张多久了？从镇上挂牌算起，4个多月，县城分号开张不到1个月。4个多月，你的货从青牛村铺到了3个镇，1个县城。现在连我府城的商话都在打听琼浆玉液和冰晶糖。我查过你的商税记录，分号开张不到1个月，完税额已经排进本县前3，这在本朝商史上不说绝无仅有，也是极其罕见。不过我今天请你来不是为了夸你，钱管事雇凶杀人一案，孙知县的判文我看过了，判文写得很好，雇凶杀人、私通山匪、危害商渡安全，3项罪名清楚，量刑得当。但有一件事，判文里没有提。山匪劫盗那天夜里，你在山路上布置了铁蒺藜和机关陷阱。孙县令的衙役在现场找到了8处埋设痕迹，做工很细，不是临时起意能做得出来的。铁栏笠的淬火工艺，陶罐陷阱的力学设计，都不是普通山民能想到的东西。方大人，那些机关是我设计的。我知道是你设计的，我不是要追究这个。商盗遇匪，事主设防，天经地义。我只是好奇那些机关的原理，你是从哪儿学的？方大人，那些机关是我设计的。我知道是你设计的，我不是要追究这个。商盗遇匪，事主设防，天经地义。我只是好奇那些机关的原理，你是从哪儿学的？他伺候的那户人家藏书极丰，其中有不少功绩农术方面的抄本。家父晚年返乡后，他把记得的东西画成了图册，临终前交给了我。那户人家姓什么？
家父没说。苏掌柜，我在南园府做了6年知府，6年里见过的商人没有1000，也有800。大部分商人被我问到货源时，反应只有2种，要么急着辩解，要么搬出后台。你是第一个我问你货从哪儿来，你给我讲了一段父子是兽的故事。方大人，我不是有后台的人。你不是急辩，也不搬后台，不是赞赏，而是猎人认出了猎人。你是用一个精心准备好的答案把问题堵死。你是用一个很要辩解，没有谦虚，也没有被看穿的不安。我不追问了，但我送你一句话：你能用机关砸退山匪，用怀表敲开县衙，用奇货打开市场，这都是你的本事。但本事越大，盯着你的人就越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将来如果有一天皇帝问你同样的问题，你准备怎么答？我还没想好。如果有人问我，方某做了6年知府，门生故旧遍布半省，野心2字早晚会落到我头上，所以我每年都给皇上写一封述职折，报喜不报忧，低调的像一根钉子。不是没有雄心，是不想被人拔掉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懂。那好，今天这顿饭不是审你，是量你的尺寸。量完了，你够高也够稳，回去好好做生意。府城这边如果有人找你麻烦，报我的名字。谢方大人。苏掌柜，你父亲留下的那本图册还在吗？在，但已经残缺不全了，重铸的厉害，能看清的没几页。可惜了。这个谎言在县衙面前能过关，在知府面前能勉强过关，但如果有一天面对更高层次的人，未必能再撑一次。需要提前准备更高层级的答案，不是换个爹，是换一套逻辑。今天这顿饭吃下来，方知府给了我一样比酒贵重的东西，不是赏识，是路。方知府说，本事越大，盯着你的人就越多。老刘就是为了他的本事死的。他必须在本事和隐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方大人托我送来的。方大人说，你看完之后心里有数就行，信不用回。苏掌柜，那日一叙，本官对你所言格物整理者的身份颇感兴趣。若所言非虚，请列出你所整理的古籍苗木及其来源，另设学碑记以批复，望你早日在青牛村建馆开学。方大人这是在给你铺台阶。这封信有2层意思，第一层，你整理出东西，设学就是你的挡箭牌；第2层，你如果拿不出来，那个饭局上的话就不能再提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他把你的身份从期货商升格为格物整理者，前者是商人，后者是半个读书人。但他要我列出书目和来源。本朝初年，南园府城隍庙西侧有一座藏书楼，叫文勋阁，收藏过一批前朝散佚的功绩抄本。文勋阁在永安3年毁于大火，藏书实不存一。10年后，京城来人清理过一次灰烬，把残余的残卷运回了国子监，令遵随京城官员一同收拾过文基阁灰烬。如果他在翻找途中借鉴过几页图谱，后来凭记忆画了下来，这个说法完全合理。书已烧了，无可对证。京城运回的残卷目录确实不全，谁也不能说你造假。那书单应该怎么列？不只是列书名，还要写实打实的来源。王真龙书图谱里的翻车构造，我刚才在青牛村用过。天工开物残卷附录里那些未解古字，也与我之前提到的图谱相合。还有武备志、梦喜提盘，这些都能作为物证，附在家父补全残卷所录名下。把来源写清楚，把公式和图纸都附在那些公认的古籍名下，这样方知府日后汇报时就能说，这都是从古籍里整理出来的，不是凭空造出来的。方大人这是在给我做档案。对，做得越厚越好。
方大人科见，承蒙大人过问，仅将学生近年整理古籍玉目及来源分别如下，并附整理笔记，以备查核。一、天宫开悟残卷，作贤卷述卤水蒸盐法，加附一墨一其材试酒。二、金琼浆玉液蒸馏法之所本。二、梦溪笔盘卷18，力省干贝，不在其而在法也。加附据此补助，利弊长短之比例及省力之功，即金杠杆铁鼻离碳起机制之所依。三、五倍制，机过卷图10余种，加附辨其触发机关之共通原理。四、王真农书图谱，翻车构造一节，加附具文一阁残页，复原水轮联动之书要。五、文西阁抄本图谱残页，此为先父于永安3年文兴阁大火后，随京城清理官员从灰烬中借阅，并凭记忆誊写的图谱灵页，今大部分已磨不可辨认，仅存10余幅。父亲从文英阁灰烬里捡回几页图谱，他花了半生把这些残页整理成册，就算方知府不信，他也拆不掉这套逻辑。文英阁已经烧了，谁也证明不了父亲没有进过那堆灰烬。哥，赵老秀才让你去看社学场地的地基。那是村学认字最快的2望。社学开了，我能来不？能来。粗酿一坛，不敢称寿礼，仅请老太太尝个新鲜，若不合口味，弃之即可。这不是寿礼，如果是寿礼，方大人登记入册，就成了公开的人情往来。但不署名，只说是尝鲜，就是私人之间的试探。请转告方大人，以后有新酒，第一坛送给他尝。哥，方大人算是咱的靠山了吗？靠山不靠嘴上的交情，靠夹在中间夹的那个人，但三角关系清清楚楚。哥，你说赵文书以后会不会也用咱们给他的东西，反过来亮咱们的底儿？赵文书在孙县令面前递得上话，在方知府面前也说得上理，有他在，两头都稳。这个问题，我想过很多次。赵文渊是我们在县衙里最可靠的盟友，也是最危险的潜在对手。他知道我们的货源来源不明，知道我们伪造了父亲图谱的故事，知道我们在山路上布过陷阱，杀退过山匪，却割不尽底下的牵连。他什么都知道，但至今没有拿任一件事来威胁我们。因为他和你之间有某种平衡。我需要他的衙门关系来保命，他也需要我们的奇货来提升自己在县衙里的话语权。他暂时不会，但他不会永远不。等社学开学之后，我要请他做社学算学课程的客座讲师，不是雇他，是把他变成我们的人，让他每周来青牛村教半天算术，学生给他赎婚，咱们给他车马费。他不是来审我们账的，他是来讲课的。以后就算想查我们，也得先把他自己写的算术卷子和听课笔记先收回去。有些代价，鱼洗不掉。娘说，以后不用挑灯芯了，井边有灯。
井壁文字比甲骨官规整，比金文简练，亦为甲骨官之前更原始的刻符系统。怎么会有跨越时空的技术？慢走。娘留了粥。方知府在宴席上提过，本县皇商名额每年只有一个。从孙建令的涉学批文到方知府的背书，在官府的视角，我已从外来商人变成有官方认可的民间商号，离皇商只差2步。这2步年流水达标，我稳得住。官员推荐，我还没等到那个够分量又肯开口的人。方知府、赵文渊、孙县令，这3枚钉子定牢了，皇商的牌子才有地方挂。进度不能等，3个月内必须完工。段师傅，这些字是你自己写的？我找老薛开学用的东西，不能只结实。苏哲，吃饭啦！周记，方知府给周记提过匾，至少说明周记和知府衙门是有交情的。有交情未必有勾结，但必须先摸清周记的底。旁边是茶楼和书府，斜对面是府学侧门。府学里的生渊有闲钱，琼浆玉液和冰糖茶最精准的客户，他们喜欢在茶余物后传播新鲜事物。月租8两，租约签3年，3年内房东不得涨租。铺子后院的空地，我加盖一间灶房，费用我出，租约到期，灶房归你。灶房归我？财不露白，方知府说他每年写述职折都报喜不报忧。在府城也做一根钉子，不抢最好的位置，不挂最亮的招牌，不顾最多的伙计。先把钉子钉牢，再慢慢往深里楔。在府城这种地方，任何一个新铺子开张都会引来同行的巡视。与其主动示好落下画饼，不如让对方先出招。苏掌柜，在下姓马，在府城西街开了一家杂货铺。听说苏掌柜从县城来府城开分号，特来道贺。苏掌柜这铺子位置偏了些，刚开张，先试试。是什么？府城这地方好铺面贵是贵，但客流量大。你这铺子藏在巷子里，府学的生源放学倒是会路过，可他们能有多少银子？真正有钱的主顾都在主街上。苏掌柜，你这些货，打火机、钢针、琼浆玉液，我在府城都听说过，但我很好奇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打算怎么卖？马掌柜问的是铺子的打法。这是琉璃？差不多。你把货锁在琉璃后面，不让碰，不想买了？做生意
哪有不让人碰货的？摸多了会脏。真的打不着火？不会吧？嚯！这上是什么玩意儿？是啥？刚才那位陈兄当场试了，用它点烟丝比火莲快3倍。为什么明明透明却摸不到风，而且不怕风？珍宝橱窗。明日辰时开门。50两一张卡，能买2匹上好狐头了。这人疯了！50两一张会员卡，谁买？我赌他1张都卖不出去。50两是不便宜，但我在府学教书的连体昨晚说，他们学堂里已经有3个学生在凑钱买琼浆玉资了。这笔钱可以去主街盘1年旺铺，1桌席面够请府城所有官绅。我赌他能卖出3张。老钱，你说能卖3张？至少3张。凭什么？因为他卖的不是卡，他卖的是面子。府城那些有钱人家的老爷太太，花50两买一张别人买不到的卡，拿在手里跟人炫耀。这东西不叫会员卡，叫我跟你们不一样。你银楼里最贵的金簪子能卖多少？顶多20两。但人家买你的金簪子是为了带给别人看，买苏秀才的卡是为了证明自己能买得到。带给别人看不止50两，证明比别人高一等，绝对50两。你们笑他疯了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数钱了。苏掌柜，你这50两的卡，1年之后还能不能续？能续，续费不变。你是府城第1个。以后，这就是1号贵宾。刘掌柜减半的原因。刘掌柜家绣娘用的绣花针是从哪里进的？白水镇，不是从周记进的。用别人的名字。我要看看他这铺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。给我办一张他们那个会员卡。去。客官小看什么？琼浆玉液。举个小杯。下一位客官想看什么？几位大人这回巡视河宫，沿路辛苦了。这酒是府城一个小商号自酿的，名叫琼浆玉液，请。府城还有不少好东西，几位大人回京时跟朋友提一提，好酒不限量，只限购。限购，是有意思。先把名字登记下来，写明要什么货，想要多少，然后领一个号牌。明天下午按号牌上的时间再来，不用提前排，排了也不提前放，来早了也是在巷子里站着等。你这个限购的法子，我琢磨了一下，你不是在限客人，你是在限自己。一个人名下一次限购1壶酒，有瓶上还加贴了编号封天，说此是怕人私自转卖对冲你的售价。可实际上，每家客户每月只让买1壶，下月才有新批号，连会员都得排队。结果呢，外面的人排不到，就越想知道你那酒到底多好。你手里的需求越积越多，价格你自己想定就定。
秦掌柜，您帮我查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府城几个老商后里有没有人手里在囤着我的货？周恒，至少30壶琼浆玉玉，全是通过不同名字的会员卡分批次买走的。他不喝，也不转卖，就存在账房后面。有意思。让他囤，让他囤，他囤的越多，我的货在府城的流通量就越少，流通量越少，外面排队的人越急，方知府那句限购就越值钱。苏秀才，你不是生意人，你是下棋的。周恒昨天在密室摔杯子了。府城药材行会有个老熟人，是洲际绸缎庄的药材供应商。昨天他去洲际账房收贷款，听见内院里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，还有压低了走子的争吵。争吵的内容听不精警，但出来时他在账房门口扫到一眼，一本账本被扔在地上，上面有一行字，红笔圈了2道。周家本月绸缎销售额没有跌，但琼浆玉水的投资占用了绸缎生意的流动资金，主业的现银周转已经出了问题。周恒这个人跟他堂兄周德旺不一样，周德旺是泥腿子出身，靠拳头和假账起家。周恒考过秀才，虽然没中举，但读的书不比你少，他能忍，也会算。如果不是被你逼到账面上见红，他不会摔杯子。且作苏浙儿童通辽册引荐，提及府城制商号新制琼浆玉液，同辽皆于皆未有供酒可见。文贵号真的搁在本落，恰值朝廷有意鼓励各地商号上报新创器物，若能汇结成册呈送公布，亦是本府之光。方大人这封信你怎么看？2棍子，进贡。有人拦着珍宝阁，就是拦着府城向朝廷进献奇货，推广橱窗。橱窗是他的样板，板子不能就这么被人拆了。信还抄操了一份给孙县令。方大人不是私上表态，他是把庇护伞撑到了县衙一级。周恒如果想动手，就得同时掂量府县2级衙门的重量。秦掌柜，你帮我给周恒带句话。什么话？他囤的30壶琼浆玉屑，如果3个月内卖不出去，酒会变味。你这话是真还是假？真。琼浆玉液是高度白酒，装在瓷壶里放久了，壶塞的封蜡封顶会与酒精发生溶蚀，产生微量的浊味，入口时的果香会散掉大半。这是我在段染匠后院亲测的，没告诉过任何人，连段染匠都不知道。那他得谢你。不需要谢，他恨我入骨，我说什么他都会先往坏处想。我越是说实话，他越觉得我在诈他，他越不信，拖得越久，被压住的现银就越难周转。等到账面上的现银被存货彻底套死，绸缎采购的资金链一断，他要么亏本抛酒，要么找我来谈。无论选哪条路，主动权都在我手上。苏秀才，我做了30年药材生意，见过无数同行，没有人像你这样，既精通工艺，又精通人性。可惜你生在青牛村，如果生在大地方，你现在就不只是跟周恒下棋了。生在青牛村，才能遇到那口井。打火机剩余120盒，绣花针库存偏低，琼浆玉液已触发限购机制。掌柜，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。等，掌柜，那边有个人。能躲个雨吗？你伤几天了？4天，4天没处理。处理过，用金疮药敷了2次，没用。会有点疼，忍着。这2片现在吃，剩下的每天早晚各1片，吃完为止。嚼碎了咽下去，4个时辰后再吃2片。我让伙计给你倒水。你是大夫？略懂。
在下姓萧，改日登门道谢。苏哲，府城分号珍宝阁。掌柜，刚才那个人腰上那块玉牌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在哪儿？去年秋天有个官差来镇上催粮，腰上挂的牌跟这个差不多，不过那人是个小奇官，这位怕是……这几天夜里多巡2趟，任何陌生面孔靠近仓库，立刻报给我。有客找苏掌柜。苏掌柜，是。萧兄，里面的货比上回整齐些了，请后院坐。这是什么茶？冰糖茶，自家的糖。糖在哪儿？那是一个近乎于无的弧度，化在茶里了。苏掌柜，我今天是来道谢的。那天要不是你，我这条命就扔在北郊了。伤口怎么样了？结痂了，没化脓，没发烧。我随行的老大夫看了你的包扎，盯着伤口半天没说话，就问我用的什么药。我说不知道，是一个铺子掌柜给我上的。他不信，非要跟来看看。那位老大夫在哪儿？在外面等着，怕唐突，没好意思直接进来。你这伤不像摔的。3天前出这个薅碰连，后上相对到身上下过功夫，不是普通泼皮无赖。你们杜时的掌刀出满的巷子时，那些人已经散了。我们追到城隍附近，线索断了。他们不是犯，不是泼皮。你要查的不只是那6个人，还有谁把你随从的行踪卖给了他们？萧兄，你今天来不只是道谢吧？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那些药是从哪儿来的？家父在京城文定阁做过杂役，大火后派人清理灰烬，家父随行，从灰烬里捡回过几页图谱，其中1页是医药方图谱。家父不识字，但记性好，照着图谱上的配方实制了几次，临终前把方子交给了我。萧大人，那天的事……不是萧大人，是萧兄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可不想跟你打官腔。苏掌柜，你这铺子里有没有那种能让人记住我的酒？有，琼浆玉液第1批酿的，只剩1坛，稍后。秦正元，正是。秦正元是我父亲的老部下，当年在辽东做过随郡医官，能让他替你收身的人，在这府城里不超过3个。苏掌柜，10瓶琼浆玉液，按府城市场价付，别推，1坛酒能送，10瓶酒是生意，这个规矩我得守。行，酒在后院码着，让伙计帮你搬。韩都督的寿宴，那坛府藏1号，我当场开封，满桌武将喝完第1轮，就开始打听这酒从哪儿来的。我说珍宝阁苏掌柜酿的，上回我在北郊遇刺，也是苏掌柜救的命。韩都督问我怎么救的，我说用一种药膏敷上去，3天退肿，5天结痂。随行老大夫看了伤口，盯着半天没说话，改天带他来见我。什么时候说的？寿宴散席之后，临走时又补了一遍。北郊仓库的事，我跟韩都督提了，伤道不安全，劫货杀人的案子去年在县城出过。韩都督听完没多说，让千世府拟了这张公文，他所辖少尉沿途加设巡丁，今天起生效。苏掌柜，前阵子的事儿是我考虑不周。白水镇的车马行明天就恢复派车，之前积压的货，我让人优先发运。朱老四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以后给你的运价按老主各算，比行价低1成半。府城码头那边芷江的事儿我也去说过情了，金记纸坊的江瓮后天就能装船，其他几家我也去打了招呼，不会再有拦路的事儿。牙行这边我单独给你挂一个优先派车的号。
以后调度上不会出问题。田掌柜，你说的这些我都要，但不是白要。我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白水镇的车马行以后苏氏商行的货优先派车，但运价不能只按老主顾算，要按牙行挂牌价的7折，签长约。第二，纸浆的事我不只跟经济一家谈，经济之外，我还要2家纸坊的稳定供应，价格由我直接跟纸坊谈，牙行不抽成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从今天起，牙行在府城的客户名单里，宏记杂货列为优先供货商号，凡是宏记杂货要运的货，牙行不得以任何名义拖延、抬价或推诿。 3个条件我都答应，但有一条，以后你在都督府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提前给我透个气儿，大家好做。哦，出剪刀真不行啊！周掌柜，珍宝阁那边今儿个试新刀，一刀断了8层麻布。上周来退针的那几个绣坊管事，昨天又托人来问，咱们能不能拿到苏氏商行的绣花针？我说咱们有存货，他们说不要存货，要新品，还说苏氏商行的绣花针在圈子里已经叫针王了，用别的针绣出来的活儿，拿到府城的绣品会上排不上号。今晚让田丫头来密室见我，如果她找借口推脱，你就告诉她，她上次收的那袋碎银，包某手里还留着一条存根。田丫头呢？她不肯来，我按您说的提了那袋碎银的存支。她听完，把烟杆往地上磕，说了一句话。她说那袋银子是周掌柜自愿给的，她从来没拿刀逼着谁掏钱，存资在周掌柜手里，想告就去告。但告了之后，府城牙行以后跟经济纠断庄的账，一笔一笔都得按行规重新算。还有一件事，珍宝阁前天推出了改良纸质，我让人去买了几张回来，您看看。成本多少？经济纸坊的人说，比市面最好的宣纸低1半。苏辙把纸浆配方改良了，掺了短纤维和长纤维2种料，加了失胶防嵌的工序。压光用的不是传统的10捻，是新设计的滚筒。听经济的人讲，苏辙给他们画了一份工艺流程图，每一步都标注了纤维配比、失胶量、压光温度和次数。金万全看了图纸之后，说他在纸坊做了20年纸，头一回见到有人能把造纸工序拆解得这么细。那架滚筒，就那架按苏掌柜图纸改的压光机，抬进后院，别碰着门框。如果府城一半的纸坊都按我们的工艺标准造纸，每个家光授权利金的收入就是卖纸利润的3倍，而且卖纸会有库存质押，授权利金没有库存。每张纸从原料变成成品运出纸坊，我们就按出货量收取一部分比例。一旦授权标准落了地，就算周恒能稳住他现在的绸缎客户，他也拦不住纸坊的老板们排着队来签授权协议。你复核一遍。哥，你这造纸的图纸又是从哪儿来的？家父从文英阁灰烬中见过几页图谱，凭记忆画下造纸工序的要领。我后来参考天工开物的残卷，补全了一部分。你不信？信，你说的我都信。但你每次这么答的时候，左耳都会红。府城12家纸坊
按7成算，9家签约，每家每月平均出货2万张，授权金按半成立，哥你自己看看吧，这数字比咱们卖3个月打火器还多。西边的商路复出了往西是什么地方？大片棉田，是洲际绸缎庄最重要的原料采购地。每年收棉花的季节，周掌柜都要亲自去金筒压光机今天调试，不管周恒在棉田那头布什么局，府城这的造纸授权必须在他回来之前落地。老钱，我们的流动资金还剩多少？绸缎生意没有问题，方老板那批棉纱，如果按现在市价采购，不压价，咱们资金够。问题是琼浆玉类的存货，之前您购入的那一批酒，有一部分已经变质了，剩下的几壶我们拆开检查过，壶塞封蜡全融了，酒味淡了一半。这批酒全部折价处理，能收回的成本不到3成。3成？不到3成。田丫头停了车马行，那批酒的运输也没人接手，压了太久，就算现在有人买，运出去的酒在路上颠几天也怕出问题。另外，经济纸坊联合5家纸坊签了1年的纸浆采购协议，咱们之前谈的那几家纸坊在授权协议上签了字，不但不再从我们这里进纸，还把预定的纸浆全转给了苏氏商行那边。老钱，出去吧。现在我们还能做什么？老爷，依老祖之见，眼下不宜再与苏氏商行正面交锋。绸缎生意还在盈利，只要稳住方老板的棉纱供应，咱们还能在绸缎这一块维持半中份额。纸浆和琼浆预设的亏损虽然大，但不算伤筋动骨。与其继续跟苏浙硬碰，不如守住9段主业的根基，等时机再做打算。城中有几位相熟的商贾，私下劝过老朽，劝老爷不妨与苏浙谈一谈。他们说苏掌柜此人恩怨分明，钱管事的事他只告一人，对同源布庄至今留有余地。老爷如果能主动找他和解，或许还能保住烟记的一些老客户。老钱，明天你去珍宝阁找苏掌柜谈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就说秘技吊缎庄愿意以行价长期采购苏氏商行的绣花针，不再自行生产。另周某想在青牛村社学的碑记上捐一个名字，问他收不收。苏掌柜在吗？苏掌柜，周掌柜派我来是想跟您谈谈2件事。第一件，金记酒缎庄愿意以行价长期采购苏氏商行的绣花针，不再自行生产。第二件，周掌柜想在青牛村社学的碑记上捐一个名字，捐助社学的银两已经备好了，想问问苏掌柜的意思。劳烦钱先生转告周掌柜，公记周缎庄若愿意长期采购绣花针，我方可以供货，行价不变。至于社学碑记捐资列明的规矩是孙县令定的，任何本县商户只要捐资助学达到一定额度，就可以列明。此事不需要我的许可，周掌柜直接把银两送往青牛村赵老秀才处登记，按规矩办即可。小妹，查一下洲际绸缎庄最近的原料采购记录。洲际这个月从西边棉田进的棉纱量比平时多了1成，不像是生意不好的样子。他是在拿和谈当挡箭牌，把亏掉的钱一点一点往回捞。他想铸的不是商业迪拜，是社会声望的护城河。社学捐款能洗掉他勾结山匪的旧账，让方知府对他改观。而且，如果我拒绝他列明碑记，反倒成了气量狭隘。但他没有算到另一步棋，牙行的运输数据，时间差。田丫头手里有一本往年与洲际绸缎庄的往来账册，上面记的强目不全是合法的买卖。若是翻出来，未必能入罪，但足以在周恒冲击皇商资格时，成为一封匿名举报信里的依据。
账册在哪儿？田丫头说他没有这本账册，但如果有需要，他可以配合。他还说，朱老四从今天起不再接任何周记的单子，已经接了的设法拖延，这也是牙行内部调度调整，不是谁授意的。周恒昨天托人给田丫头送了一盒点心，退了。方大人让我带句话，推荐函已由义路加紧递往京城，途中不经过县衙，不会被任何人截阅。到了京城之后，先递户部，走的是审查新创器物的流程，不是什么特例，所以不会太引人注目。属方大人让你仔细看看每一项的作词，如果觉得有不妥的地方，现在还来得及改。没有不妥。那就好。另外，方大人私下嘱咐我转告你，京城那边的批复大约还需要一些时日，一旦批复送达，府衙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方大人还说，皇商资格一旦到手，会有更多人盯着你的货品来源。你最好在批复下来之前，把要藏的东西藏好，不是藏货，是藏根。以后青牛村到府城的货，全部按巡丁换房的班次安排运输。每趟骡车出发前，在村口登记发车时辰和骡背编号，由苏小妹核对后，托人带一份抄本到府城，我再交给北郊仓库的守仓老头对照接收。如果时辰和骡背编号对不上，仓库不开门。消息怎么传递？苏小妹在青牛村雇了一个识字的小孩，负责抄写发车记录。每趟骡车出发时抄一份，交给返程的骡夫带回来。府城这边，守仓老头在仓库门口设一个木格箱，骡夫卸货后把抄本投进箱里，每天早上开箱核对。这个法子笨是笨了点儿，但越是笨办法，越不容易被牙行的人插进来。苏秀才，什么事儿？老鲁，你在白水镇有几个常来常往的老主顾？6、7个吧，都是铁器铺和杂货铺的掌柜，从我这儿拿针拿了10几年了。帮我在白水镇设一个信鸽中转站，不用多，3只鸽子，1个鸽笼。每次白水镇有到府城，让那边的铁器铺掌柜写一张便条，货量、日期、运输骡夫姓名，绑在鸽子腿上放过来。北郊仓库那边，我安排守仓老头接收鸽子，取下便条后，把鸽子喂饱再放回去。你要鸽子干嘛？防山匪？山匪来过一次，不会再来了。我要防的是另一种东西，有人在账面上做手脚，货从青牛村出发，经过白镇中转到府城入库，这条路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，我都要在当天知道。人传消息太慢，鸽子快。鸽子笼我来打，白水镇那边的铁器铺掌柜，我去联系。哥，这鸽子线真能在当天把货量传回来？能。鸽子比人快，不受牙行管辖，不用等骡车，不经过任何人的账本，从白水镇飞到北郊，最快只需1个时辰。那以后咱们的货走到哪儿，你都一清二楚了。府城一有动静，当天就能反应，这叫主动权。哥，周恒那边真的会善罢甘休吗？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保住绸缎生意，跟我们正面交锋已经没有兴趣了。但周家人的字典里没有善罢甘休这个词，他们会蛰伏，会在某个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从侧面咬你一口。我们必须在那一口咬下来之前，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长满全府城，等到每条路线都有人盯，每笔货单都有人核，每只鸽子都按时落地，就算周恒想咬，也找不到下嘴的地方。皇商资格批下来了，
户部的批文今天早上到的府衙，马车已经在路上，今晚或明早到。小妹，看好铺子，有人来问就说我进城办货，3天后回来。白水镇的鸽子线你盯着，如果连着2天没收到鸽信，立刻让人去红泥坡查。带着，方知府那边如果有变故，托人把牌子带回来。我让鲁大锤去找都督府。走，工部查验司的批注，你过来看。以上各项器物制作精巧，有益民生，准予列入皇商贡单，按季呈送样品至工部查验司备案。注意这个按季，不是每年，是每季。之前皇商贡单是1年1送，这次工部突然改成按季呈送，不是针对你。据我在京中同僚的私信里所知，工部查验司今年换了一个新司政，这人技术官出身，对各地奇迹器物盯得特别紧。不止你一家，南边几个大商号也一起改了。但那些大商号在京中有门路有根基，每季送样品不过是多跑一趟京城的事儿。你不一样，你的货从青牛村到府城走了好几年，每一步都是自己铺的路。京城不一样，京城的路你得从头铺，而且每3个月就得铺一次。我建议你在京城找一个信得过的代理人，替你处理工部的呈报送检。这个人必须是本地人，熟悉工部衙门的大小规矩，而且不能跟任何一家和你有竞争关系的商号有牵连。你在王都不能再用府城的方式行事，京城遍地是眼线，你每走一步都有人看着，要找对人，还要管住嘴。方大人，工部查验这批样品时，主要看哪些材料？这是关键。工部查验样品时最看重的不是样品本身，而是你提交的工艺流程是否合规。据我所知，查验司最近专门查处了一批使用违禁之物或来历不明材料的皇商，其中好几家就是因为图谱上标注的材料无法追溯产地而被暂停资格。文心阁残卷那套说辞在府城够用了，王都离京城太近，任何一套图谱都可能被工部的人调阅存档。你最好在提交之前把图谱整理一遍，确保每一道工序都有合理的出处。我需要去一趟青牛村，把藏在那里的几样东西带上，然后直接从青牛村出发去京城。京城的局势比府城复杂得多，皇商资格可以保你一时，保不了你一世。王都的水深深浅浅，连我这个知府都只能站在岸边看一看。方大人让我另外提醒你一件事，工部那个新司政姓顾，单名一个恒字，恒气的恒，他是从工部余运司升上来的，本朝最年轻的五品技术官，今年春天刚调任查验司。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皇商的贡单从年报送检全部改成季报送检。此人名声很大，方大人说他会是你的伯乐，还是你的掘墓人，全看你能不能让他信服你那套文音阁图谱的说法。3件事。第一，把青牛村九井边藏的所有现代课本、技术错册书全部装进木匣，用油布裹3层，锁好，由鲁大锤亲自押运到府城。省下的货量由鲁大锤直接派猴子运到府城，囤在仓库最深处，以防京城订单突发翻倍。这趟要走多久？不确定，也许1个月，也许3个月，但每到满月，我都尽量回来一次。秦掌柜，北郊库房里压的改良纸样品，3天之内全部转运到西郊新仓库，单号全用府字头，在守仓老头那里留一份对调表。是。老鲁，金记纸坊新安装的2架滚筒压光机暂缓试机，等我从京城回来再点火。行。什么时候动身？明天一早，走水路，从北郊渡口上船，沿运河到京城。我走之后，珍宝阁的日常经营由苏小妹全权代管，账目核签归她，仓库钥匙归她。有争议的，秦掌柜和他一起商定，商定不下的，飞鸽传书给我。京城那边要不要先探探路？不用，京城的路我自己走一遍才踏实。我不在府城期间，有2个人需要你们格外留意，一个是周恒，他虽然已经求和，但周家的人不会善罢甘休；另一个同源布庄的冯万昌。这2家商后如果有什么变动，不用等我，秦掌柜直接去和赵文清商量对策。另外，如果有紧急情况，用这个联络方式。纸条上写了一个竹字和一个地址，到了地方只说我让你来的，别的什么也别说。那人会把消息传给我。你自己保重，府城有我们。
鸽子笼我昨晚加固过了。白水镇那边的铁器铺掌柜昨天回了信，说他那边随时可以多放2笼鸽子。这些书不能再留在府城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才让鲁大锤把他们运到西郊库房，藏在新仓库的最深处。你就让鲁大锤去北郊仓库，把库房里囤的所有货全部折价处理，换成银子，存在秦掌柜的药材铺账上，够你和娘用很久。 3个月。